比赛还没开始，他就先将举牌女郎当做了进攻目标，当众踢了她的臀部，毫无疑问，这就是赤裸裸的骚扰。然而在当晚，这个流氓还做了另外一件更龌龊的事，只是他完全不知道自己接下来将会为自己的肮脏行为付出怎样的残酷代价。这位令人作呕的拳手名叫阿里哈巴提，和他打比赛一定要万分小心，因为突然发动偷袭是他的拿手好戏。在这场对战阿尔卡基奥西普扬的比赛当中，比赛还没开始，阿里哈巴提就暴露了自己丑恶的众目睽睽之下踢了举牌女郎的臀部，而事后证明，他踢出的那一脚恐怕是他这一生做过最后悔的举动。好，这边双方的比赛已经开始了，我们注意看一下蓝方选手阿尔卡基奥西普扬，这是一位来自于亚美尼亚的选手，而他的对手红方选手便是那个臭流氓阿尔哈巴提。在格斗界，这家伙的话可谓是臭名昭著啊，人人喊打。好，进地面了，我们看一下，奥西普扬相当果断，这是一位摔打结合的选手。在曾经的比赛当中呢，我们见过很多偷袭对手的人、偷袭裁判的人，但从未见过有偷袭举牌女郎的人。与其说偷袭不如说他就是耍流氓。但很快，这个阿尔哈巴提他就会为此感到后悔因为这个后果相当严重了。我看在上位的奥西普扬打法相当稳健，还是以控制为主。其实这个角度想压上去也不容易，因为阿尔哈巴提这个膝盖始终是顶着他。应该是要回到站立了。阿尔哈巴提很装，你看他双手完全是自然垂直。这场比赛双方在年龄上也有着8岁的一个差距。阿尔哈巴提这臭流氓的话是34岁，其实呢稍微有些老了，经验也是比较丰富。Такое напряженное противостояние ввиду его бэкграунда. Затяжной конфликт вышел. Честно, на самом деле сейчас больше мысли. 阿尔哈巴提现在很谨慎他现在需要提防对方的重拳，也要提防对方的这个摔跤抱摔，所以整个人现在是不敢进攻打的是畏手畏脚。面对一位摔跤手的时候这也是不得不防的。后手大摆拳，后手有命中，打的并不是很实好，又一次抱摔，我们看一下，奥西普扬拿到上位之后，抱摔相当果断。龙边的一波砸拳。奥西普扬这个时候他的左臂已经圈过来了，一个断头台的机会，但是看这个意图并不明显因为右手的话也没有第一时间去进行控制，刚刚的角度并不是很好第一回合还有2分钟的时间，抱住双腿，想把对方压在龙边，想展示一个小鹰哈比布的一个风格，控制双腿。然而哈巴提这个膝盖始终提得很高，打不了控制那就打拳。哇，完全是硬生生把对方给摔倒，没有办法，这就是力量上的一个优势。其实看双方的这个肌肉线条就能看得出来，奥西普扬呢，你看浑身的这肌肉块线条是很分明的，说明他的爆发力很。一个侧位的控制，但是砸拳的话也不是很舒服。第一回合好，最后1分钟的时间了。Саш, Наби, хочется ваше мнение услышать. Финиширует Осипян или не может пока? Не может? Профессионал уже, да. 阿尔哈巴提现在相当难受。
这打的可以说是毫无招架之力啊！哇，完全抻平了，身体完全抻平。我们看一下欧西普扬在上位连续的砸拳。虽然说阿尔哈巴提此时还在防守，但是长时间不反击的情况下，裁判是可以终止比赛的。好，比赛结束了，因为长达应该是6-7秒钟的时间是完全没有反击，所以裁判叫停比赛也是完全没有问题。这场比赛可以说是一场单方面的吊打。我们看一下阿尔哈巴提从背后发动了突袭，而且刚刚这一拳呢还是砸击了后脑。很显然，这就是个输不起的卑鄙小人。但这场纷争并未结束，在惩罚来临之前，阿尔哈巴提，也就是偷袭者的团队成员，竟然群殴了获胜者奥西普扬。阿尔哈巴提和他的教练团队的种种无耻行为，在网络上引发了民愤，但该来的惩罚一样也不少。阿尔哈巴提遭到了赛事方的永久禁赛处罚。然而更大快人心的是，他被那位举牌女郎控诉性骚扰，不得不在公众面前向那位女孩真诚的道歉，并将这场比赛全部的出场费交给了那位举牌女郎。到此为止，阿尔哈巴提为自己所有的恶行都一一付出了惨痛的代价。觉得转身漂亮，老外被击倒后不服邱建良，张口就骂，邱建良彻底被激怒，把对手打飞出擂台，多次干趴在地，打得对手心服口服。我的拳头专打中国人，只要邱建良敢站在我的面前，我就敢保证亲手打死他。我们有请本场比赛红方2014年 WRF 65公斤级洲际金腰带，14年、15年泰国 S1 世界级金腰带，16年 WRF 67公斤级世界功夫王者，2017年 GOH 羽量级初代世界级金腰带，目前世界排名第1，有请邱建良。好，观众朋友们，视频当中正在出场的选手便是中国坦克邱建良。那相信对于邱建良，观众朋友们肯定是不陌生了。他技术全面，拳腿快如闪电，而且拥有着极高的拳商啊！他可以说是我们中国拳击界学历最高的。当然，我认为这个拳商啊也是最高的。擂台上灵活多变，可以随时改变战术，让无数对手呢是摸不着头脑啊，根本是摸不透邱建良。而邱建良的拿手好戏，相信观众朋友们肯定不陌生了，那就是神龙摆尾。如今邱建良已经把这一招啊练到了炉火纯青，巅峰造极，让无数老外都拜倒在这一腿法之下。我们有请来自西班牙伊萨查蒂。好，这场比赛邱建良的对手也是来者不善，他是一位来自于西班牙的斗牛士伊萨查迪。好，这家伙身高180，臂展181啊，无论身高还是臂展，都比邱建良足足高上了10公分呐。这场比赛可以说是邱建良啊有史以来打到过身形差距观众朋友们最大的一场比赛了。好，我们注意看，双方的比赛已经开始。红方选手白色拳套邱建良，蓝方选手黑色拳套啊，西班牙斗牛士伊萨查迪。好漂亮，哇，这一下很漂亮啊！这就是邱建良拳商极高的一个表现。他观察到伊萨查迪的这个身高偏高啊，所以说重心肯定是不稳的。先砍腿啊，先探一探对方的虚实。这拳商，非常高的一位选手。对，尤其是他在场上灵活的步伐，还有线路的转变，让很多的对手啊，真是非常的头疼。也是让人看到了他的这个，在这个多面发展的多面发展和这个对比赛当中的雄心呢。是。这场比赛不止在身高上有差距，在体重上，邱建良今天也是跨量级挑战这个伊萨查迪。邱建良的观众朋友们是一个非常喜欢突破自我、挑战自我的这么一个汉子，经常喜欢跨界打一些比赛，比如说跨界打拳击啊，跨界打泰拳啊，或者像现在一样这个跨级别打比赛。介绍到了伊萨查迪，他的身高是1.80米，臂展是1.82米，历史战绩29战27胜2负，27胜当互相抡拳，25次 KO。对，刚才实际上查迪是想要去摔邱建良，对，但是，要摔邱建良可不容易啊，那可是。现场的观众又响起了热情的为邱建良加油的声音。哦，漂亮！好，看来今天邱建良很清楚，知道你啊大高个啊，你像个洗漱杆一样，但是你的重心呢就是不稳。一扫腿已经是2次有效果了。这场比赛别看对方瘦，但是观众朋友们啊，他的 KO 率相当之高了。上战绩29战27胜，其中有25次 KO 率高达92.5%。哇，这个 KO 率简直恐怖。邱建良不过才60%，
然后击的对方的要害。哦，邱建良，漂亮，后手直接打，转身后身。好的，前手把对手打退了，跳膝，哇，直接把对手。对这个。观众朋友们，这还真是头一次看到邱建良把对手扔出擂台，这个场面很少见。这个伊萨查迪他是西班牙排名第1，也是一个无情的 KO 狂魔，人送外号斗牛士。但是他的目标呢不止于西班牙第1他想成为世界第1，所以说呢也是向邱建良发起了挑战。好，接下来准备看一下双方第2回合的精彩表现。第1回合毋庸置疑了，邱建良是顺利拿下，但是第2回合不好说了。因为双方已经热身完毕，肯定会越打越精彩。而对于邱建良来说，其实这场比赛的备战呢，后手漂亮，转身后漂亮。哇，邱建良的这个转身的回旋踢是非常的炫酷。对，这个比赛其实看起来是非常赏心悦目的。一个呢，我们看到了伊萨，他是一个进攻火力非常足的。对，我们可以用。这边刚才袭击。邱建良这边主动选择缠斗，应该是，被对手打得有些晕了。对。非常的危险观众朋友们，邱建良刚刚开局被对手一个顶膝现在顶的是有些头脑发晕了。多亏邱建良的抗击打能力还算到位。一定要小心，因为这个伊萨查迪呢，他是具备一击必杀的能力。参考他的92%的 Q 率邱建良今天无论如何千万要小心。建良在场上更像是一只迅猛龙。后手摆拳，2种不同状态的打法，让我们来看一下。上板提醒不要缠抱，邱建良也要打得更警醒一些。对手刚才顶膝威胁很大。漂亮。直接踢到了对手支撑脚。因为邱建良一直是在换对手，从谢尔西到沙玉郎到最后的伊萨，所以说在这个时间当中，对于备战来说，制定战术是一个问题。但是对于邱建良来说，现在呢，在场上我们看到应对的方式还是非常的科学的。转身漂亮！观众朋友们，邱建良的神龙摆尾果然是名不虚传。但是刚刚这一脚踢完之后我们看伊萨现在是有些不服。他在向裁判表示抗议他说他不是被踢倒的他是不小心滑倒的。他现在就是煮熟的鸭子，这个伊萨就剩嘴还是硬的。双方的身高差距。邱建良在对手伊萨的怀里的时候呢，我们看小鸟依人双方的换拳，邱建良这一波换拳，邱建良是稳赚不赔转身，两个人打得太漂亮了。邱建良今天是遇到了一个火力很猛的选手，所以他也把自己的火力完全发挥出来。连续倒地多次，都是被踢了这个支撑腿。而且这回合两个人都非常乐意于用这种转身的这种动作。从视觉画面上，还现场观看上，都是非常有视觉冲击力的。裁判再次提醒伊萨不要缠抱。实际上，伊萨呢这个拳手也不想缠抱，他在以前的比赛从来不缠抱别人，但今天没办法了，他打不过呀。面对邱建良这台坦克，他打不过，不搂抱没办法，不搂抱只能吃拳。好，第二回合比赛结束。那相较于第一回合来讲第二回合打得太精彩了，双方真的是火力全开从头打到尾。好，这场比赛经历了2回合的对决，接下来看一下双方第3回合的生死较量。好，第3回合。邱建良直接扫中段，对手连续的左右摆拳。中扫。这张这个护头的这一下还是非常的机敏，是防守报价非常的稳健。高扫，高扫，刚才是连续中扫之后来欺骗一下对手，直接换了高扫，但是伊萨的防守也是很严谨。是。好，我们注意看现在伊萨的眼神和他的步伐。连续的左右开弓，能看得出来伊萨现在是非常的着急他的确很着急，因为前2个回合都输了。
这一回合如果想赢的话，他打分都不行啊，必须要 KO 邱建良。但是我觉得想要 KO 坦克邱建良啊，观众朋友们还不如买一张彩票来的实在。对，不要缠抱。后手，高扫，将擦过，漂亮！左右两边开弓的高扫，打身体，连续的打佛上勾，伊萨提膝，邱建良跳膝挤到了绳脚，连续输出。哇，伊萨还没有从这个绳圈出来，所以说你也不用觉得伊萨狼狈，因为他面对的是谁呢？是世界第一邱建良。对，尽管邱建良不在自己熟悉的这个体重级别，但是依旧打得非常的有霸气。刚才上勾打中，伊萨眼神一度有所涣散。是。明明这一回合观众朋友们想翻盘的是伊萨，结果反倒是邱建良啊，越战越勇，越打越猛。而且邱建良的体能啊是真好啊，观众朋友们，好漂亮，又是小腿。实际上邱建良我觉得今天啊第一扫都踢少了，多踢一踢，这个伊萨可能在第二回合站不起来了。我们现在看这个伊萨的移动能力，走路有些发晃。直接击倒了，直接击倒了，是一个前手的平勾。我们看脚下已经发软了，站立，好勉强站起来。继续，邱建良应该不会放过这个机会，把对手挤到了绳脚边。好的，还在往里猛攻，连续的前伊萨要反击，否则裁判会叫停比赛的。现场的观众朋友已经沸腾了。哇，伊萨这个顽强的支撑能力啊！之前我们说他是4人赛之王，这场比赛果然看出了他这个非常顽强的这种对抗的精神。再来踢支撑腿，后手，又一次被击倒。裁判觉得这是被推倒的，所以没有读秒。但是伊萨你看起来就是因为他的这个前腿啊，被连续的这个击打之后，显得非常的难以支撑。26，2号裁判员30比26，3号裁判员30比26，比赛结果红方胜。好，观众朋友们，没有悬念，让我们恭喜邱建良。那同时非常感谢屏幕前您的收看与支持。好了，观众朋友们，咱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这一次的比赛真的是非常艰辛。我们出国比赛可能只能尽量来适应国外的规则，国外的 special 规则。以后出国比赛的这些师弟们，希望你们一定要好好保护好自己。邱建良冲过去了，压过来，漂亮！哎呀，这一下应该对上。好，邱建良也不会放过这个机会，继续击倒，漂亮！有人说这场比赛邱建良遭遇了黑哨，也有人说邱建良遭到了威胁。比赛中打得老外呲牙咧嘴，多次击倒在地，不料比赛结果却令人大跌眼镜。现场裁判竟然给到平局。面对如此不公平的结果，邱建良被迫无奈，只能强行加赛一场。这场比赛之所以如此不公平，正是因为邱建良的对手来者不善。没有错，观众朋友们，他正是眼前的埃及王子艾哈迈德·伊斯梅尔。他的身份不简单，他是埃及的皇室王子，有身份有背景，重点是，观众朋友们，他很有钱呐。在赛后我们才得知啊，这个家伙在赛前是买通了现场的裁判啊，买通了所有的打分人员啊，今天就是要战胜邱建良，一战成名。好，注意看红色拳套黑色战袍，便是中国坦克邱建良。这场比赛邱建良来到了埃及客场作战啊，黑色拳套便是埃及的小王子艾哈迈德。好漂亮，哦呦，高扫上头。虽然说邱建良今天是客场作战，但是表现的依旧是非常的强势。但是呢，我觉得这个能给对方心理上造成一个巨大的特别大的影响，就是有一种冷不防被对方的这个突施冷箭给打了这么一下。没错，就是对对方心理建设是一个打击。再次找节奏，邱建良的洞察力和场上的全伤是很高的。对，非常。我觉得这也是他一直以来赖以生存的一个最重要的杀手锏。是啊，其实从在这个级别，邱建良的身体素质包括身材都不是最出众。对，这场比赛的确，邱建良在身高、臂展和体重上都是非常的吃亏。好，注意看麦哈迈德
还是很敢打。看来邱建良刚刚的神龙摆尾啊，并没有踢服对手，对方呢是不仅没踢服，哈哈，还模仿邱建良。对方面对邱建良啊没有任何畏惧，一方面可能是对方胆子比较大，而另一方面啊是他比较有底气啊，因为钱都花了，哈哈，上下打点啊也都打点完了。所以说这个麦哈迈德现在是胸有成竹。所以说你预判的是这个拳怕少壮嘛，那他的这个肌肉力量啊、反应速度啊，这个一定是在一个这个相对很好的一个状态。荣耀的这几位明星选手，邱建良更多的是用对方的心理去压制对方，对，魏睿更多的是用这个场上的这个腿法的控制范围，我们说的扇形进攻，对，铁运华更多的是用自己的实体身体去物理挤压对方，对，然后邓哲奇呢更多选择是直线的压制。好，第一回合比赛结束，邱建良的表现呢还是非常的不错。虽然说客场作战，但是表现的依旧是非常的强势啊。只不过呢，对方在身高和臂展上以及体型上的优势啊太大了。包括我们看上半身啊，对方的这个肌肉也很扎实啊，爆发力极强。好，接下来看一下双方第二回合的精彩表现，精彩的对局。我们来看一下邱建良在战术上啊是否会做出调整啊？是硬碰硬呢，还是说啊打游走战术？刚才这个伊斯梅尔是选择了直接蹦起来啊，在空中出拳啊，这个非常规性的进攻方式。这也邱建良直接跳起来，但是对方是低了一下头，邱建良是扶住了绳圈，把对方压倒。但是其实这个真的就说实话，这个擂台啊，我觉得还是在有待完善一些。这个外面留的这个空间确实有点太窄了，有一点危险。左右的移动，两人的这个反应都非常快。本次来到埃及的选手的爆发力还是都非常不错。对，这个我们在进入营地以后，因为我们进入这个空军的住所以后呢，是不太能到处参观的，我们也并不知道这些选手的训练的过程。我们现在来看邱建良呢，在局面上的确是稍微有些打不开局面。我们看对方这个埃及选手把距离把控的也是相对较远，那这个距离是他能够打到邱建良，而邱建良很难碰到他，因为在臂展上还是这个埃及王子更有优势。小心孤头顶膝，这个应该是不允许的呀。但是裁判并没有给到稍微的口头警告，意思一下子，当然不，这就是意思一下完全没有说很强硬的告诉对手说你犯规了。成熟的这种格斗体系的这种，一旦进入这种相对发挥比较自由的，甚至说有一些小小的技术空档这样的风格，我们反而不适应。对，因为他如果有空档他相对于证明另外的其他的这个在长处方面，他必须要再更加的加大。对，或者在这些空档上加上一些非常规的动作。对。哎呦，这个刚小心啊！这种连续的摆拳加扫踢，这个就想想，这个你不低头你也不按套路出牌好，双方第二回合还有最后不到20秒钟的时间了，但是邱建良依旧是在找机会，因为对方这名选手的打法风格比较怪异招式也很怪。哎呦，小心！这下应该不是读秒，邱建良意思地板比较滑。扭两下屁股告诉裁判我没事儿，还好如果这是一次读秒的话，那么将对本场比赛的走向和结局有可能会发生转变。好，不要少说，看一下双方选手第3回合的精彩表现。对，拿下世界第1这每把都是梭哈。摆拳。腾空的转身后摆腿，这个真是幸亏是躲过去了很多都得益于邱建良的这个辛苦的训练他有些下意识的动作帮助自己保护了自己。再抡，中一脚，这一脚挡住了。
最后一个回合，我们看邱建良明显在进攻上加强了不少。那这和邱建良往日的战术呢是完全不一样的。往日邱建良的战术是一般啊，是第2个回合开始发力，而今天啊留到了最后一个回合，漂亮，哈哈，这一下完全是对方啊，邱建良一个躲闪，让对方找不着主心骨了。麦哈迈德现在对方的这个进攻啊，看起来已经没有力气了。站不稳了，漂亮！这一下，这一下怎么还没有给到读秒？前面的2回合，这个麦哈迈德多次的推法进攻啊，各种招式，还有大摆拳啊，导致他现在的体能消耗啊非常大。所以现在看这个麦哈迈德没劲儿了，整个人呢软绵绵，你看，哎呦，哎呦，太软了，观众朋友们，像根面条一样。反应，但这是很危险的。邱建良的终结能力也是非常不错的。虽然他并不是以重击著称的选手。对，而且最后这一回合这打的确实是有点乱啊。你说前裁判直接读秒了。这下是给读秒了。前2个回合其实伊斯米尔，尤其第1回合，我觉得打的还是非常不错，还是不错的啊。邱建良再次冲过来，拉踹2次、3次上勾顶膝，你看这个把身体重量都抛出去，全抡出去了啊！好，第3回合马上结束，对方现在腿下已经是软绵绵，像采棉花一样。那邱建良的话也是一波接一波的连续猛攻，哎呦，又一次！这一回合对方击倒了几次，观众朋友们，不知道你数没数？啊，光是滑倒好像就5、6次了啊！哈哈，好，看一下最终的评判结果。邱建良在干嘛？加时1回合吗？看样子应该是这样。我的天！我认为最后1回合一定是10比8，就算第1回合是10比9，那第2回合也是10比9，双方才会平手。但是对方的主场，我们还是再看第4回合吧，毕竟好的比赛我们是不嫌回合多的。对，好，观众朋友们，对方动用了超能力啊，加赛1局。正常道理来讲啊，对方的这个分儿肯定是没有邱建良高的，但是裁判说了啊，说他击倒了邱建良1次，这1次顶10次啊，哈哈，所以说强行给了对手一个机会。但是我认为呢，邱建良的脾气很好啊，但是你不要惹怒他，你惹怒了那就不好意思啊。邱建良有些急了，我的心态有些焦躁。应该还是这个情绪啊有一些受影响。是，没错，这个摔法是没意义的，无论对谁来说都是一样。后手轮，再次选择移动，邱建良绳脚。哎呦呵，对方做了一个下箍颈的这样一个动作，而且持续了比较长的一段时间。啊，裁判警告了。对，这也能看出来，伊斯米尔确实也没有太好的这个办法了。邱建良的那次打后脑也没有必要。后手拳，后手摆拳，再抡，这有点像这个复制对手啊，这个以彼之道还彼之身。对，后手2次，转身后摆没打到。这个伊德梅尔在第3回合就不停的使用这样的动作。对，这会儿已经开始跑着打了，已经。感觉他可能没有做好这个4回合的准备。对，你看这几下都是又再次倒地，裁判直接读秒了。因为太消极了吗？我刚刚并没有看到进攻。我是认为他这个整个把身体抡出去之后，然后顺势倒地啊，可能有借这个机会喘息的这个是一个非常明显的喘息的缓解的这个小伎俩吧。邱建良冲过去了，压过来，挑衅！哎呀，这一下应该读秒。前几个回合可能在分数上和场面上有所质疑，但这一回合，观众朋友们，哈哈，对方想作弊不可能了，因为这个麦哈迈德被邱建良反复击倒啊，反复，哎呦，对方哈哈
这是自己把自己玩倒了啊！好，裁判又给到一次读秒，因为对方呢，这明显是故意的。你看，躺在地上休息一会儿。哦，看情况给裁判的钱可能不是很多啊，没有给到位。哎呦，这真是强弩之末了，很典型的这个动作啊。好，那经历一回合的加时，这一次我觉得毫无悬念了啊！邱建良呢也是稳稳的拿下了比赛的胜利，让我们恭喜邱建良。虽然说受了委屈，但是最终呢是打回来了，让我们再次恭喜邱建良。同时也非常感谢屏幕前您的收看与支持，咱们下期视频再见。上钩，哇，漂亮！放了，5秒了，小跟非常的漂亮，再看一下转身。太阳穴啊！他是中国数一数二的搏击高手，他就是邱建良。邱建良将自由搏击和传统武术相结合，形成了独特的实战打法。而且邱建良凭借强硬的拳腿功夫，击败了无数外国高手。招牌动作神龙摆尾更是用得出神入化，让很多对手痛苦不堪。在自由搏击领域登顶世界第一之后，邱建良为了让自己变得更加全面，变得更强，开始尝试跨界打拳击。然而跨界的第一场比赛竟然就挑了一个硬骨头，他就是泰国拳王纳荣邦辰。上来，他应该不会放过这个机会，继续击倒。这个格斗术属于是。所以说对于两位选手来说呢，其实场上都需要适应。刚才呢，这个我们的主持人郭成东先生也说到了，纳荣邦辰也得适应一下这个六角形的场地到底是什么样的。这比较难把对方切在死角里面。对。纳荣邦辰是一个靠重击啊，出拳密度也还可以的选手。是，漂亮。那其实对于邱建良来说呢，他首先最需要适应的是规则，这个可能是他最大的一个需要适应的问题。我觉得这场比赛作为4回合，对于邱建良来说还是比较有优势的一点。一旦拖到这个8回合之后，这个一漂亮，纳荣邦辰有点站不住了，是有点懵。观众朋友们，这场比赛邱建良啊，的确是拿出了一个非常高的竞技水平状态。面对一个拳坛前辈啊，一个拳坛老将，丝毫不惧。而且我们看这个纳荣邦辰啊，也是比较硬啊，不愧是泰国选手，打法风格就是步步紧逼啊，不想给邱建良的太多的一个移动空间。而且这个纳荣邦辰，我们注意看他的防守很薄弱，基本上是把这个脸露出来。在赛前呢，邱建良说自己会担心，两个人如果对攻特别激烈的情况下，可能会出腿。对，我刚才也在想说，现在我其实最担心的，我都替邱建良捏着一把汗，就害怕这个，就有时候这个本能啊，这个训练习惯应激反应，
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害怕他出现违规动作。对，所以说我说对于邱建良来说，其他的我们都可以先放一边，最重要的是这个规则。是规则，这是训练习惯的问题。没错。这个大家举一个例子，尤其是戴眼镜的朋友就知道，有时候你不戴眼镜的时候，你也会去推一推啊，去推眼镜啊，不自觉的动作。好，双方的比赛进入到第2个回合，看一下两个人的精彩表现。那么在第1个回合，邱建良的发挥呢还是不错的啊。虽然说是跨界啊，第一次打拳击，但是邱建良他的灵活步伐，再配上这种你看且战且退、伺机而动的这种打法，让这个泰国选手纳让邦辰啊也是有一些摸不着头脑。好，对方依旧是步步紧逼，但是他的这个脚步呢是有些跟不上邱建良的啊。我们看邱建良双手举高，有点打不退啊，哈哈，拳速很快啊，的确是快，但是打不动这个纳让邦辰啊。漂亮上勾，想要打普，邱建良躲过去了。纳让邦辰的拳法还是有这种典型的泰式拳手的这种风格，对重击更在意。而且其实对于这场比赛来说呢，邱建良在赛前也是做了很多的大量的工作。对，尤其是其实刚才我们就是一直在提到的，就是关于他的这个习惯的这个训练。在平时训练当中呢，已经就坚持，就坚决不用退。哎，我们看邱建良面对纳让邦辰啊，持续的一个压制啊，依旧是稳度十足。完全你在邱建良的身上啊，看不到任何一丝一毫的这个慌张。而且我们注意看邱建良的反击速度也很快啊！你看，哦呦，这个反击速度太快了，哦，打退了。我们看纳让邦辰有些晃。这场比赛邱建良追求的就是速度，追求的就是点数。因为是第一次打拳击，所以说呢，这个想要 KO 对手啊，这个几乎不太可能了。点数判定的战术完全没问题。相对于纳让邦辰的沉稳，邱建良的这个突发的能力非常的好。这个还是要有赖于邱建良扎实的这个功底。哎，看他的角度的选择，他的灵活的躲闪，快速的变现，以及敏捷的步伐，确实是非常优秀的。是。但是纳让邦辰这位老将还是很不错，虽然有2次被打的有一些摇晃，但是很快就找到了状态，并且把状态前压。是，虽然说这个好汉不提当年勇，但是纳让邦辰在巅峰时期，在整个亚洲啊都是这个低迷群雄的。好，上终于打断了一拳，是。好，那双方的比赛进入到第3个回合了啊！今天的比赛总共是4个回合，作为4回合的比赛呢，一般来讲啊，第3回合是最重要、最发力的一个点。那赛前呢，有很多人说啊，这个邱建良可能啊，连1回合都挺不过去，哈哈。这导致邱建良是很愤怒的。那今天也是憋着一股火和对方啊打到第3回合了。在场上我们看纳让邦辰确实整个的状态也是相对来说比较松弛，是很可怕。对这个呢，还是一个老将啊，他所抽肩中了啊，是，就是因为丰富的比赛经验啊，这个来决定的场上的这种心态和状态。打得多了，这种你要让他抓到一个机会啊，他非常放了5秒了，5秒了。哎呦，观众朋友们，什么情况？我们看纳让邦辰竟然被邱建良打到读秒了，哇，这一幕真是有些不太敢相信啊！火上钩，哇，漂亮！又一次读秒，因为是职业拳击规则的话是没有这个累计回合几次的，是一直到拳手或者裁判认为无法比赛，是还要等。好，邱建良应该不会放过这个机会，继续击倒，漂亮！3回合，哇！观众朋友们，这场比赛真的是没有想到，邱建良的首场跨界拳击比赛啊，会打得这么顺利，会打得这么的勇猛。3回合啊 ，KO 了对手，还不是点数判定啊 ，KO 了对方。而且我们打的可不是一般人啊，这可是一块泰国的顶级拳王了啊！咱们恭喜邱建良，咱们下期视频再见。